重生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一脚踹飞自家院门，发疯般冲向那个举着剪刀刺向喉咙的女人。上辈子的今晚，江海涛烂醉如泥，躲在外面，亲手将绝望的妻子沈秀云推进了死路。他为了不让女儿被卖去抵债，在台风夜含恨自尽。这辈子老天开了眼，让他带着深海感知雷达重新回来。他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那一幕再度上演。一道惊雷劈开夜空，江海涛猛地睁开了眼，破屋顶棚在暴雨里轰轰作响，昏黄灯泡随风摇曳，脑袋疼得像要裂开，胃里全是劣质地瓜烧的馊味。他迷迷糊糊撑起身子，打量四周，墙皮脱落露出黄泥砖，屋顶漏着雨，地上一洼洼积水。这是他住了几十年的老破屋，不是地府，是1991年，他真的回来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刺进耳膜，江海涛瞬间清醒。沈秀云穿着那件洗到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散乱，满脸泪水，死死将5岁的女儿江小苗护在身后。她手里紧攥着一把生锈的剪刀，尖锐的刀尖正抵着自己的喉咙，皮肤已被刺破，渗出了一丝鲜血。江小苗哭得嗓子都哑了，小手死死拽着母亲的衣角，哀求她别死。母女俩对面站着3个流里流气的男人，领头那个光头，满脸横肉，脖梗上挂着粗金链子，正一脸狞笑向前逼近。铁头豹上辈子就是这个畜生设局布局，用高利贷将这一家人逼进了万劫不复的绝路。一股热血瞬间冲上脑门，江海涛双目圆睁，布满血丝，从破木板床上弹射而起。他来不及找武器，顺手抄起身边那个喝了一半的厚底玻璃酒，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下纯粹滔天的怒意。铁头豹的嘴里正放着狠话，扬言沈秀云就算死了也逃不掉这笔债，并得2个马仔使眼色叫人冲上去夺剪刀。就在这一瞬间，一阵恶风从侧面袭来，江海涛大吼一声，整个人合身扑向铁头豹。那只厚底玻璃酒瓶结结实实砸在了光头上，一声闷响，玻璃炸裂，铁头豹惨叫着踉跄后退，黑色血水顺着指缝往外涌，糊住了他的眼睛。2个马仔还没反应过来，江海涛已经抢到铁头豹身前，手里攥着那截锋利如刀的破碎瓶颈，直接顶在了他的脖子上。屋内空气瞬间凝固，死一般的寂静。铁头豹感受到脖梗上冰凉锋利的玻璃碴，还有江海涛喷在脸上的热气，那是混合着酒味与凶狠的亡命气息。他混迹江湖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神，没有一丝浑浊，只有像狼一样的凶光，那是真敢拼命的眼睛。以前的江海涛是个怂包烂赌鬼，见了他们这些人只会点头哈腰递烟，可现在这个男人浑身透着一股亡命的风劲。铁头豹声音开始发颤，腿肚子开始转筋。江海涛把玻璃碴往前送了1寸，逼问债务本金到底是多少。铁头豹狮子大开口报了500，江海涛手腕一抖，那光头顿时吐口只有200。江海涛冷冷下达了3天限期，随即将嘴凑到铁头豹耳边，用最阴森的声音警告：若3天内再敢登门，若敢碰他老婆孩子1根手指，就让铁头豹全家鸡犬不宁，一个都别想安生。他儿子在哪个学校念书，他一清二楚，不信就试试，看谁命硬。这话太毒了，铁头豹彻底怂了，浑身冰凉，哀求松手。江海涛冷哼一声，猛地抬腿，一脚重重踹在铁头豹小腹上，将他踹出2米远，撞翻了门口的水桶。江海涛把破碎酒瓶狠狠砸在地上，一声怒吼将3人轰出了院门。铁头豹捂着受伤的脑袋，在2个马仔搀扶下狼狈爬起，甩下一句毫无底气的狠话，3人跌跌撞撞冲进暴雨里，跑得比兔子还快。屋内重归寂静，只剩风雨声和急促的呼吸。江海涛大口喘气，胸膛剧烈起伏，那一番爆发几乎透支了这具被酒精掏空的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他转过身，看向缩在墙角的母女俩，沈秀云的剪刀哐当掉落在地，他盯着这个熟悉却陌生的男人，彻底吓傻在原地。察觉到他转身望来，他本能地把女儿死死护在怀里，身子抖得像筛糠，哭喊着说自己错了，求他别打孩子。这一声哭喊像一把尖刀捅进了江海涛的心窝。上辈子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混账东西？老婆被逼到要自尽，看到他醒来，第一反应竟然是怕挨打。5岁的江小苗突然挣脱母亲的怀抱，张开细瘦的小胳膊挡在沈秀云身前，闭着眼睛浑身颤抖，声嘶力竭地护着妈妈。江海涛的脚步猛地顿住，他看着女儿那张因长期营养不良而蜡黄的小脸，看着她身上打满补丁的旧衣，看着那双因恐惧而紧闭的眼睛，心都要碎了。扑通一声，这个刚才还拿碎瓶捅人的狠男人双膝一软，直挺挺跪在了满是泥水的地上。沈秀云愣住了，江小苗也愣住了。江海涛伸出手想去抱他们，又缩了回来，像是怕脏了他们一样。他声音哽咽说了2个字：对不起。随即抬起手狠狠给了自己2记耳光，每一掌都击中，半边脸瞬间肿了起来。沈秀云再也顾不上害怕，扑过来死死抓住他的手，泪水止不住的涌，说只要铁头豹走了就好，说他们可以再想办法。江海涛反手将母女俩死死搂进怀里，是热的，是有心跳的，不是上辈子那2具冰冷浮肿的尸体。他把脸埋在沈秀云瘦骨嶙峋的肩膀上，贪婪地呼吸着她身上那股混合着汗味和皂角的气息，拍着她的后背，声音坚定如礁石。天塌下来，他顶着。沈秀云哇的一声大哭，把这些年的委屈全都哭了出来。江海涛任妻子哭，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墙上那本破旧的老黄历上。昏黄灯光下，日历上印着鲜红的大字：1991年8月12日。台风避云过境第2天，真的回来了，一切都还来得及。铁头豹虽然走了，危机并未解除。200块钱对于这个家徒四壁、米缸见底的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普通工人1个月工资才40-50块，3天之内必须凑齐。就在刚才情绪剧烈波动之际，江海涛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张奇怪的像雷达扫描界面，以它为圆心，周围一片区域被淡绿色光芒覆盖，那片绿光里眼下空空荡荡，但他有一种直觉，这个深海感知雷达才是他这辈子翻身的最大依仗。爸爸，我饿。江小苗怯生生地捂着干瘪的小肚子，声音细若游丝，家里的米缸早已见底，连一口热粥都拿不出来。江海涛低头看着女儿那双渴望的大眼睛，站起身，走到墙角，抄起破塑料桶和一把生锈的铁钩子，随手披上一件破雨衣，回头冲沈秀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叫她把灶火升起来，把锅刷干净，然后大步走进了台风夜的暴雨里。他要去给闺女弄吃的。出了门，外面的世界像被巨兽嚼过一样，黑漆漆的夜里，海风夹着雨丝抽在脸上生疼。路边几棵歪脖子树被台风连根拔起，横在泥泞土路上。江海涛紧了紧破雨衣，深一脚浅一脚往海边走，步子迈得比谁都大，比谁都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搞钱，搞吃的。走了10几分钟，咸腥的海风越来越浓，轰隆隆的浪声震耳欲聋。交头村东面是一片乱石滩，平时没人敢去，浪急时滑，一不小心就能把命留下。但江海涛知道，台风刚过，真正的宝贝全藏在这乱石堆里，还没
没走近，海滩上已稀稀拉拉亮着几点昏黄的手电筒光，是村里几个胆大的海碰子趁退潮在捡漏。江海涛刚露头，不远处一块大石头后面就传来刺耳的嘲笑声。村里的二流子刘烂皮蹲在石头上抽旱烟，手里提着空荡荡的网兜，讥讽江海涛大半夜不去摸牌九，是不是输光了想跳海？旁边几人跟着起哄，嘲笑他不过是来捡2只死虾米哄老婆。江海涛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提着头径直走向那片浪最大最危险的阎王郊区，把这群像苍蝇一样嗡嗡叫的人全部无视在身后。江海涛站上一块湿漉漉的黑色礁石，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念开启雷达。那个原本模糊的雷达界面瞬间在视野里清晰起来，以它为圆心，半径500米内的海域变得立体通透，淡绿色网格铺满黑暗海面，大部分是白色光点，代表普通小鱼小虾，还有几个绿色光点是黑鲷、海鲈之类稍值钱的货色。就在他扫视之际，左前方大约50米处，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点正静静潜伏在一块巨型礁石的缝隙里，那红光浓郁如血，还在微微搏动。红色、白色是垃圾，绿色是普通，红色绝对是极品。江海涛握紧铁钩子，不管脚下的石头有多滑，手脚并用爬了过去。海浪一个接一个拍来，冰冷的海水漫过脚踝，他仿佛感觉不到了。那个红色光点就在前方那块长满海蛎子的大石头下面。江海涛蹲下身子，把手电筒光束照了过去，倒吸一口凉气。礁石底下的深水坑里趴着一只浑身青黑、贝壳泛着油光的巨猿青蟹，光蟹壳就有大海碗那么大，2只巨大的螯前粗如铁把手，上面长着细密的绒毛，这哪里是螃蟹，简直是一辆装甲车。台风把这只大家伙拍晕了，它正缩在石缝里吐泡泡。野生大青蟹至少3斤往上，拿到县里的国营饭店，那些当官的和港商能抢破头，这简直是一坨会移动的金子。江海涛没有轻举妄动，这种级别的青蟹，那对大钳子能轻易夹断成年人的手指。他屏住呼吸，慢慢把铁钩子伸了过去。那青蟹虽然晕头转向，本能却还在，2只眼睛猛地竖起，大钳子咔嚓一声张开，摆出拼命的架势。江海涛冷笑一声，拿铁钩子在蟹面前晃了一下，青蟹果然上当，右边大钳子猛地夹向铁钩，铁碰铁一声脆响，死死咬住不放。就是这一瞬，趁着青蟹就力已尽，心力未生，江海涛左手猛地探出，快如闪电按住蟹壳背部，手指精准卡在青蟹最后2条腿的根部，那是唯一的死角，无论怎么挣扎，那对大钳子都够不着。一声低喝，手臂发力，将这只大家伙从水坑里整个拎了起来，入手沉甸甸，压手感十足，平手感超过3斤，甚至接近4斤。那青蟹8条腿在空中疯狂乱蹬，另一只大钳子把空气夹得咔咔作响，却在江海涛手里毫无反抗之力。江海涛单手按蟹，另一只手飞快地用食草绳缠绕，先捆大钳子，再捆蟹腿，打个死结。10几秒钟，这只刚才还耀武扬威的青蟹王就被捆成了一个标准粽子，老老实实躺进了桶底。但这还没完，雷达上那片乱石滩附近还有好几个绿色光点在闪烁，被大浪拍晕的鱼。江海涛提着头，像个在自家后院摘菜的农夫，精准走向每一个光点。第一个1斤多的黑鲷被浪拍得半死不活，肉质最嫩，适合给江小苗炖汤，捡了。第二个2斤重的石斑鱼已被石头撞得不动了，死鱼卖不上高价，但自己吃正好，捡了。此后接连数个绿点，石缝里、水坑里不断掏出回来。不到半小时，那个原本空荡荡的破塑料桶装得满满当当，最底下压着宝贝青蟹王，上面盖着2条石斑、1条黑鲷，还有几只巴掌大的海虾和海螺，总重不下10几斤。别人是来赶海碰运气，他是来进货的。天边泛起鱼肚白，海风更大，吹得骨头缝里发凉。江海涛却浑身燥热，是兴奋的热。他提起死沉的头，转身往回走，路过刚才那片浅滩，刘烂皮和几个村民还在那转悠，一脸收获惨淡的丧气。刘烂皮的网兜里依旧空空如也，只有几只不值钱的小螃蟹在爬。看见江海涛回来，他凑上去阴阳怪气的嘲讽，说他那桶是不是太轻了，怕被风吹跑。江海涛脚步没停，只淡淡扫了他们一眼。就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一阵风吹开了桶上盖着的破云布。虽然天还没大亮，但那只被压在最底下的青蟹，那只巨大无比还在微微蠕动的墨绿色大螯前，像一个巨大的感叹号，狠狠砸进了刘烂皮的眼里。刘烂皮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眼珠子瞪得像铜铃，嘴里爆出一句粗口。旁边村民的手电筒恰好晃到桶里那条泛着红光的石斑鱼尾巴。死寂，刚才热闹的嘲笑声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断。死寂，刚才热闹的嘲笑声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断。所有人像见了鬼一样，死盯着那个沉甸甸的破桶，说不出一个字。大步流星走进晨雾里，只给这群人留下一个冷漠而高大的背影。大步流星走进晨雾里，只给这群人留下一个冷漠而高大的背影。天刚蒙蒙亮，江海涛提着沉甸甸的破桶溜回院子。天刚蒙蒙亮，江海涛提着沉甸甸的破桶溜回院子。沈秀云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眼圈红红的，手里还攥着那把剪刀。听到动静，他猛地抬头，下意识举起剪刀，等看清是江海涛。听到动静，他猛地抬头，下意识举起剪刀，等看清是江海涛，整个人才像泄了气的皮球软了下来，眼泪唰的就涌了出来。江海涛几步跨过去扶住他，咧嘴一笑，将破桶往地上一放，献宝一般掀开了上面盖着的湿麻袋片，一股海腥味混合着鲜味扑面而来。沈秀云往桶里一看，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桶底的大青蟹虽然五花大绑，那2只螯前还在威风凛凛的动弹，上面压着2条巴掌大的黑鲷和1条足有2斤重的石斑，旁边还有几只吐着泡泡的海虾和大海螺。这桶里的东西对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来说，简直就是一堆金元宝。沈秀云颤声问这些是不是都是捡来的，又说村里不是早传没鱼了吗？江海涛没多解释，只说是老天爷赏饭，随即宣布大青蟹是极品，留着卖钱还债，剩下的死鱼烂虾这就炖了。沈秀云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咕噜一声响，多少日子没见荤腥了，上次吃鱼还是过年，村里分的1条咸鱼干，一家3口喝了3天的咸鱼汤。江海涛动作麻利，从桶里抓出那条死了的石斑和2条半死不活的黑鲷，抄起生锈的菜刀，蹲在水井旁开始杀鱼、刮鳞、去鳃、掏内脏，手艺是上辈子在渔船上练出来的，刀法快得带残影，刷刷几下鱼鳞乱飞，鱼鳔和鱼干也一并挑出来洗净，一样都没浪费。没一会儿，3条鱼切成大块，灶堂里的火也烧起来了。家里没油，但这几条海鱼本身就肥。江海涛把铁锅烧热，直接将鱼块贴锅边烫一下去腥，随即舀一瓢井水哗啦倒进锅里，盖上锅盖，大火猛攻，不到10分钟，锅盖缝隙里开始往外冒白气，那气味起初是淡淡的腥，紧接着随着鱼肉里
里的油脂被高温逼出，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鲜香味瞬间炸裂开来，是纯粹的蛋白质和脂肪混合的气息，没有任何调料的修饰，却霸道的不讲道理。咕嘟咕嘟，锅里的汤在翻滚，里屋传来一声奶声奶气的惊呼。江小苗被香味勾醒了，小丫头光着脚丫冲了出来，身上还穿着打补丁的秋衣，小鼻子一耸一耸的，眼巴巴盯着灶台，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又赶紧吸了回去。江海涛一把抱起女儿，在那瘦的没肉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胡茬茬的小丫头咯咯直笑。他拍着胸脯告诉她，今天管够。锅里的汤也熬成奶白色，浓得像牛奶一样。江海涛揭开锅盖，那股更加浓烈的香气轰的一声，顺着烟囱，顺着门缝冲出了院子，飘向了整个交头村。隔壁院子，二婶王贵芬正蹲在院里刷牙，心里还盘算着今天去乔赵家的热闹，顺便蹭点便宜。一股味道猝不及防的钻进鼻孔，像是鱼汤，还是刚出锅的大肥鱼。王贵芬肚子里的馋虫瞬间被勾起，胃里一阵翻腾。昨晚就吃了2个红薯，正饿着，她伸长脖子往隔壁院子里瞅，那破烟囱正冒着直挺挺的白烟，那股勾魂的香味就从那儿飘出来的。王贵芬气得把牙刷摔在地上，骂江海涛欠一屁股债，还有钱买鱼吃，心里酸得像喝了一缸老陈醋，却又被那香味馋的骂声越来越小。屋内，江海涛用家里唯一的大瓷盆盛了满满一盆鱼汤，雪白的鱼肉块堆成山，热气腾腾，汤色奶白，上面飘着一层金黄色的鱼油花。他给江小苗盛了一大碗，又给沈秀云盛了一碗。江小苗抱着碗立刻往嘴里送，烫得直吐舌头，却舍不得吐出来，含含糊糊的嚼着鱼肉，那鱼肉嫩得像豆腐，舌头一抿就化了，鲜味在嘴里炸开，好吃的让人想哭。沈秀云端着碗，手在发抖，迟迟不下嘴，心疼的说不如拿去换2斤米，能吃半个月。江海涛脸一板，直接夹起最肥的一块鱼肚肉硬塞进他嘴里，鱼皮糯叽叽的，鱼肉鲜甜多汁，那种久违的油脂感瞬间充斥了整个口腔。沈秀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止都止不住，太好吃了，也好久没被这么对待过。江海涛放下碗，看着吃得满嘴流油的妻女，眼神无比坚定，告诉沈秀云记住这一刻，这只是开始，往后他们家顿顿要有肉吃，天天要过年。沈秀云一边哭一边点头，嘴里的鱼肉还没咽下去，又赶紧喝了一大口汤。这一顿早饭，一家3口把那一锅鱼汤喝得干干净净，连锅底都被江小苗用馒头擦了一遍吃了。吃饱喝足，江海涛摸了摸女儿滚圆的小肚子，感觉浑身充满了劲儿，该去办正事了。他看了一眼角落水桶里那只还在生龙活虎的大青蟹，这才是今天的重头戏。吃饱了饭，江海涛没有耽搁，他找来一根沾了水的稻草绳，把那只大青蟹重新五花大绑，不仅将大钳子固定的死死，还把蟹腿收拢成圆盘状，看起来格外有卖相。掂了掂分量，他心里有了底，这蟹得有3斤8两，要是低于40块钱，谁也别想拿走。他用湿润的海草把青蟹盖好，放进破编织袋里，袋底垫了一层湿沙子保湿。这年头没有增养泵，螃蟹死了就不值钱，必须得伺候好。他推出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28大杠，嘱咐沈秀云把门锁好，谁来敲门都别开。沈秀云站在门口，满脸担忧的目送着他。江海涛骑上车，脚下一蹬，嘎吱嘎吱的破自行车载着他和那只价值连城的螃蟹冲进了清晨的雾气里。交头村离县城20多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刚下过雨，路面全是泥泞。江海涛骑得满头大汗，2条腿直转筋，但不敢停。这只蟹是女儿的口粮，是老婆的救命钱，是他在这个时代翻身的第一块砖。到了县城，江海涛没去热闹的菜市场，直奔海丰国营饭店。这年头普通老百姓买不起顶级青蟹，只有国营饭店或有钱的大单位才吃得下这种货色。饭店后门扮演着几个穿白大褂的帮厨正在卸菜，一个戴眼镜看起来斯文却眼神傲气的男人拦住了他，那是采购员小吴，手里拿着本子正在点数，声称这里有固定供货商，不收散户的东西，让他赶紧离开。江海涛也不恼，直接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掀开一角，露出那只青黑色的大蟹壳，告诉他这是台风天刚刮上来的顶级大青蟹，全是黄，还是活的。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小吴漫不经心的扫了一眼，眼神瞬间顿住了。他在饭店干了好几年采购，眼力还是有的。这么大的野生青蟹平时确实少见。他推了推眼镜，态度稍微缓和，却仍端着架子报出了5块钱1斤的收购价，说给这一只15块已经够意思了。15块，江海涛心里冷笑，这人是真敢压价。现在普通梭子蟹都能卖2、3块1斤，这种顶级野生大肉蟹起码10块起步。他张嘴就砍掉1半多，明显是想欺负乡下人不懂行，自己从中吃回口。江海涛二话没说，直接把袋口一扎，提起来就走。小吴愣住了，赶紧跑2步拦住他。江海涛头都没回，声称要去隔壁海丰迎宾馆问问，听说那边今天有外宾接待，正缺硬菜。这一招欲擒故纵加狐假虎威，直接戳中了小吴的软肋。要是真把好货送去了竞争对手那边，回头经理知道了，非得把他骂个狗零头不可。小吴急了，连声说价钱好商量。就在2人拉扯之际，一个穿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中年胖子从里面走了出来，正是饭店的陈经理。他沉着脸喝问吵什么，小吴赶紧陪笑，说是乡下散户拿了只螃蟹漫天要价，他正打发人走，江海涛直接打断，当着陈经理的面一把扯开编织袋，把那只大青蟹连同湿沙子一起捧了起来，请陈经理这个行价评个理，3斤8两重，满膏满黄，还是活的。这种品相的台风蟹是不是值个公道价？陈经理原本还在皱眉，目光落在那只大青蟹上时，眼睛瞬间就直了。他快步走上前，伸出胖手戳了戳那硬邦邦的蟹壳，又看了看那对生龙活虎的大钳子，连声称绝。陈经理最近正发愁，台风断供，饭店里没啥拿得出手的硬菜，偏偏今天中午县里有个重要接待，要招待几个南方来的大老板，点名要吃海鲜。这只蟹送来的简直就是及时雨。他狠狠瞪了小吴一眼，质问他这种好东西为什么要往外推，耽误了中午的接待谁担责任？小吴缩了缩脖子，不敢吭声，狠狠瞪了江海涛一眼。陈经理转过头，脸上堆满笑，给江海涛递了根烟，客气的请他开价。江海涛接过烟别在耳朵上，不卑不亢的伸出4根手指，翻了一下，45。旁边的小吴倒吸一口凉气。
说这快赶上他1个月工资了。江海涛淡定一笑，说物以稀为贵，今天整个县城要是能找出第2只这么大的活蟹，这只白送，垄断的底气不需要多余的话。陈经理沉吟片刻，盯着那只蟹看了又看，最后牙一咬，大腿一拍，答应了，但要求蒸出来必须是肥的，否则要退钱。江海涛拍胸脯保证包肥，当场成交。5分钟后，江海涛站在柜台前，看着会计从保险柜里数出4张崭新的10元大团结，又加了1张5块的票子，递到自己手里，45块钱。在这个米价才2毛钱1斤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那粗糙的纸币摩擦着手掌的触感，让他激动的手指微微发抖。这是救命钱，更是启动资金。走出饭店后门，江海涛深深吸了一口早晨的凉气，感觉整个世界都亮堂了。但他没直接回家，骑上车，拐了个弯，直奔县供销社。手里有钱，心就不慌。他在供销社柜台前大声开口：50斤精面粉，10斤五花肉，要那种肥的流油的，再来2斤大白兔奶糖，还有1瓶有1排雪花膏。供销社售货员大姐正嗑瓜子，一听这大口气，瓜子皮都掉了，问他是不是发财了。江海涛把零钱往柜台上一拍，豪气干云，说家里老婆孩子等着吃肉呢。看着白花花的面粉，红彤彤的猪肉，还有铁盒装的高级雪花膏被装进网兜，江海涛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他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挂在车把上，哼着小曲，用力蹬着自行车往回赶。二婶不是笑话他家吃不起肉吗？铁头豹不是等着看他笑话吗？等着吧，更响亮的巴掌马上就要抽到他们脸上。第2天天还没亮，江海涛就出门了，债还清了，兜里比脸还干净，米缸还能撑2天。但他等不起，他提着瓶散酒和半包红塔山，直奔码头角落的破窝棚。那是雅叔的家，孤寡老人一辈子守着馊老掉牙的手摇舢板过日子。雅叔出来比划着问他来干什么，江海涛把烟酒往地上一放，比划着说想借船用1天，酒给他暖身子。雅叔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他刚还清了债的事，沉默了一会儿，他回屋拿出一副破船桨和1件打满补丁的救生衣扔给江海涛，又抬手指了指天，摆了摆手，别跑远。江海涛接过桨和救生衣，冲雅叔竖起大拇指，承诺晚上请他吃鱼，随即大步跳上了那艘没有马达的破舢板。哗啦哗啦，小船像片树叶在海面上晃悠，全靠江海涛的臂力一桨一桨往前划，收获却是惨淡的。台风刚过，鱼群散了，连虾皮都难见着。流烂皮的船就在不远处，他一眼认出了手划船上的江海涛，立刻来了精神。带机器的船都捞不着，江海涛靠一双手划能干什么？赶紧回去抱老婆算了。江海涛充耳不闻，停下桨，闭眼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念开启雷达。嗡，绿色网格瞬间铺满视野，左边白色光点，垃圾；右边零星绿点，寥寥无几。正前方大约400米处，靠近龙王礁的深海沟边缘，一团刺眼的金色光芒猛地跳了出来。金色不是红色，不是绿色，是一大团密密麻麻燃烧的金色火焰，密度之高，绝对是一整群鱼聚集在一处。江海涛心脏漏跳了一拍，眼睛死死盯住那团金光，他正缓缓向龙王礁方向移动。龙王礁那是一片凶名赫赫的暗礁区，水急石乱，礁石犬牙交错，平时渔船都绕道走，往下去就废，船进去就挂。正因为如此，那片海域从来没人敢去，鱼群才得以在那里常年积聚，越养越肥，越积越多，富贵险中求。江海涛瞥了一眼远处还在嘲笑他的流烂皮，冷笑一声，猛地握紧双桨，双臂肌肉暴起，像打桩机一样疯狂滑向那片要命的龙王礁。流烂皮看傻了，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扯嗓子冲周围几艘船喊：那疯子要去龙王礁！所有船上的人全停下手里的活，齐刷刷望向那个孤零零滑向暗礁区的破舢板，脸上的表情从嘲笑变成了茫然，再变成了不可置信。流烂皮摇着头，断言说江海涛那块地方进去就是羊入虎口，往下去就亏个精光，就等着哭吧。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说那地方连有马达的船都不敢进，一条手划船进去是找死。江海涛充耳不闻，桨起桨落，水花四溅，那双粗糙的手掌磨得发热，但他一刻也没停，近了，更近了。雷达上那团金色光芒越来越清晰，就在船底正下方的位置，已经能透过海水隐约辨认出轮廓。水下7、8米深处，一群修长的鱼正在礁石缝隙间穿梭游曳，阳光还没完全升起，但那群鱼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金光，在幽深的海水里流动，像一条条游动的黄金。江海涛停住桨，俯身贴近船舷，死盯着水面下那团移动的火焰，手心里全是汗，喉结一下一下的滚动。就是这里，整个礁头村的人做梦都不知道，就在这片被所有渔船绕道而行的禁区里，藏着一座没有人动过的天然鱼舱。江海涛稳住船身，迅速从舱底翻出雅叔那张破旧的渔网，那网补了7、8个洞，边缘已经磨损的发白，但胜在结实。他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下网的角度。龙王礁水急，必须顺着礁石走势布网，不能硬来，一旦挂底，网就废了，连雅叔的本钱都要赔进去。他深吸一口气，侧身探出半个身子，瞄准那团金色光芒密度最高的方向，将网沿着礁石边缘缓缓放了下去。渔网沉入水中，先缀带着他快速下沉，在水面荡开一圈涟漪，随即被流动的海水拉向礁石深处。江海涛一只手死死拽着网绳，一只手紧紧撑住船舷，死盯着水面，等待的时间不长，不到2分钟，那根握在手里的网绳猛地一沉，紧接着是一阵持续不断的剧烈抖动，像是有什么巨大的力量在水下疯狂拉扯。中了！江海涛咬紧牙关，双手握紧网绳，尾部发力抵住船舷，开始往上收网。那股从水下传来的拉力大得出乎预料，每收1寸都像是在和整片海较劲。绳索磨得手掌火辣辣的疼，虎口处已经渗出了伤痕，但他一刻都没松手。此后3天，江海涛像是疯了，白天睡觉，晚上仗着脑子里的雷达，像鬼一样钻进阎王礁乱试探，把那片没人敢去的地方离了一遍。大青蟹、石斑鱼，只要雷达亮绿光的，全被他薅了出来。沈秀云看着丈夫满手伤口，哭着劝他歇一歇，都被江海涛瞪了回去。歇了，命就没了。第3天傍晚，礁头村老屋门口炸了锅，二婶王桂芬抓着瓜子站了的好位置，撇嘴说江海涛这回完了，卖什么都凑不齐。旁边的人接着起哄，嘲笑声此起彼伏，全是幸灾乐祸。轰！一辆破摩托车炸着街停在门口，铁头豹穿着花衬衫、大金链子、黄眼，手里提着橡胶滚，一脚踹在摇摇欲坠的院门上，大声喝问江海涛给钱还是交人。院里死静，铁头豹狞笑着发令，叫马仔把人拖出来。2个马仔刚要冲，堂屋那扇破门吱呀一声开了。江海涛穿着发白的背心，满是泥点的军裤，手里提着把磨得雪亮的鲨鱼刀，正拿破布慢条斯理的擦拭。他走得慢，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口上，满眼红血丝，像头刚醒的恶虎，站定在院子中间。不
不紧不慢地问铁头豹：“赶着投胎做什么？”铁头豹被那双眼睛盯得心里发毛，退了半步才回过神，恼羞成怒，开口狮子大开口：“本金加利息，合计500，少1分都不行！”围观村民瞬间炸了，3天收300利息，这是明抢！铁头豹的话还没说完，江海涛猛地把手伸进裤兜，众人呼吸一致，哗啦，一把皱皱巴巴的钞票，大团结夹着毛票硬币，像扔垃圾一样狠狠甩在铁头豹那张大脸上，漫天飞钱，砸鼻子上的，落泥地的，飘得满天都是。江海涛声音不大，字字砸地有声，让他数清楚，连本带利200块，多1分没有，全场死寂。王贵芬手里的瓜子壳都吓掉了，200块，这一堆零钱看着比整钱还震撼。江海涛上哪弄来的钱？铁头豹被钱砸懵了，抹了把脸，心里也惊，但既然来了，不能轻易算完。他踩住一张大团结，阴笑着说200不够，他要的是500，气氛瞬间绷紧。江海涛早就料到这一手，缓缓举起那把鲨鱼刀，刀刃泛着寒光，一步步逼近铁头豹，低声说：“这钱是他在乱石滩拿命换来的，这刀这几天杀了5、60斤鱼，正快着。他要是非得要那300，砰！”他猛地停在铁头豹面前，一刀狠狠劈在旁边的木桩上，木屑炸飞，随即把脸凑过去，死盯着铁头豹。他就这一条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但死之前保证先让铁头豹尝尝这把刀，试试。铁头豹看着还在颤抖的刀柄，喉结滚了一下，浑身冰凉。他是流氓，但他怕不要命的。赵大海现在浑身透着股同归于尽的风景，为了300块跟他玩命，不划算。铁头豹脸皮抽搐，最终干笑着说：“本金还了，利息免了，给个面子，说走就走。”两个马仔赶紧把地上的钱划了进兜里，三人跌跌撞撞冲出院门，狼狈的连摩托车都差点没骑稳。摩托车声消失在村口，围观的村民才炸了锅，议论江海涛真的还上了，刚才那一下太厉害了。二婶王贵芬酸的牙疼，铁嘴说还完债不还是穷光蛋，明天照样喝西北风。江海涛没理会这些闲言碎语，转身看向门缝里泪流满面的沈秀云，债还了，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第一步，要想让老婆孩子真正过上好日子，光靠岸边捡漏不行，他得下海去深海，去把那片没人敢去的地方彻底翻个底朝天。第二天天还没亮，江海涛就出门了，债还清了，兜里比脸还干净，米缸还能撑2天，但他等不起，他提着瓶散酒和半包红塔山，直奔码头角落的破窝棚，那是雅叔的家，孤寡老人一辈子守着馊老掉牙的手摇舢板过日子。上辈子江海涛落魄时，雅叔没少接济咸鱼干，是这个村里少数几个真正善待过他们一家的人。雅叔出来比划着问他来干什么，江海涛把烟酒往地上一放，比划着说想借船用1天，酒给他暖身子。雅叔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他刚还清了债的事，沉默了一会儿，他回屋拿出一副破船桨和一件打满补丁的救生衣扔给江海涛，又抬手指了指天，摆了摆手，别跑远。江海涛接过桨和救生衣，冲雅叔竖起大拇指，承诺晚上请他吃鱼，随即大步跳上了那艘没有马达的破舢板，哗啦哗啦，小船像片树叶在海面上晃悠，全靠江海涛的臂力一桨一桨往前划，划了将近半小时，周围几艘带柴油机的渔船早已出海，正在收网，收获却是惨淡的。台风刚过，鱼群散了，连虾皮都难见着，流烂皮的船就在不远处。他一眼认出了手划船上的江海涛，立刻来了精神，扯嗓子嚷嚷：“他们这些带机器的船都捞不着，江海涛靠一双手划能干什么？赶紧回去抱老婆算了。”江海涛充耳不闻，停下桨，闭眼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念开启雷达，嗡，绿色网格瞬间铺满视野，左边白色光点，垃圾，右边零星绿点，寥寥无几。台风过境，近海确实被捞狠了，鱼群稀薄。就在江海涛准备换个方向时，正前方大约400米处，靠近龙王礁的深海沟边缘，一团刺眼的金色光芒猛地跳了出来。金色，不是红色，不是绿色，是一大团密密麻麻燃烧的金色火焰，密度之高，绝对是一整群鱼聚集在一处。江海涛心脏漏跳了一拍，眼睛死死盯住那团金光，他正缓缓向龙王礁方向移动。龙王礁，那是一片凶名赫赫的暗礁区，水急石乱，礁石犬牙交错，平时渔船都绕道走，往下去就废，船进去就挂。正因为如此，那片海域从来没人敢去，鱼群才得以在那里常年积聚，越养越肥，越积越多，富贵险中求。江海涛瞥了一眼远处还在嘲笑他的流烂皮，冷笑一声，猛地握紧双桨，双臂肌肉暴起，像打桩机一样疯狂滑向那片要命的龙王礁。流烂皮看傻了，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扯嗓子冲周围几艘船喊：“那疯子要去龙王礁！”所有船上的人全停下手里的活，齐刷刷望向那个孤零零滑向暗礁区的破舢板。流烂皮摇着头，断言说江海涛那块地方进去就是羊入虎口，往下去血本无归，就等着哭吧。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江海涛充耳不闻，桨起桨落，水花四溅，那双粗糙的手掌磨得发热，但他一刻也没停，近了，更近了。雷达上那团金色光芒越来越清晰，就在船底正下方的位置，已经能透过海水隐约辨认出轮廓。水下7、8米深处，一群修长的鱼正在礁石缝隙间穿梭游曳，阳光还没完全升起，但那群鱼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金光，在幽暗的海水里流动，像一条条游动的黄金。江海涛停住桨，俯身贴近船舷，死盯着水面下那团移动的火焰，手心里全是汗，喉结一下一下的滚动。就是这里，整个礁头村的人做梦都不知道，就在这片被所有渔船绕道而行的禁区里，藏着一座没有人动过的天然鱼舱。江海涛稳住船身，迅速从舱底翻出雅叔那张破旧的渔网，那网补了7、8个洞，边缘已经磨损的发白，但胜在结实。他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下网的角度。龙王礁水急，必须顺着礁石走势布网，不能硬来，一旦挂底，网就废了，连雅叔的本钱都要赔进去。他深吸一口气，侧身探出半个身子，瞄准那团金色光芒密度最高的方向，将网沿着礁石边缘缓缓放了下去。渔网沉入水中，铅坠带着他快速下沉，在水面荡开一圈涟漪，随即被流动的海水拉向礁石深处。江海涛一只手死死拽着网绳，一只手紧紧撑住船舷，死盯着水面，等待的时间不长，不到2分钟，那根握在手里的网绳猛地一沉，紧接着是一阵持续不断的剧烈抖动，像是有什么巨大的力量在水下疯狂拉扯。中了！江海涛咬紧牙关，双手握紧网绳，腿部发力抵住船舷，开始往上收网。那股从水下传来的拉力大的出乎预料，每收1寸都像是在和整片海较劲，绳索磨得手掌火辣辣的疼，虎口处已经渗出了黑色痕迹，但他一刻都没松手。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几艘渔船发现了异常，流烂皮的船离得最近，他眯着眼睛望向龙王礁方向，就见那艘破舢板正剧烈晃动，一个黑色的身影正在船上死命的往上
上拉什么东西？刘烂皮愣了一下，随即扯嗓子喊话，嘲笑说网挂底了吧，叫他别挣扎了，网都废了。话音刚落，水面上突然涌起了一大片白花花的浪花，那不是普通的浪，是鱼，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鱼。随着江海涛用尽最后一口气将渔网从水中拖出，一网都沉甸甸的收获轰然出水，在清晨的阳光下翻腾跳跃，鱼鳞折射着金光，像是有人把一桶黄金泼进了这片破旧的山板。密集的撞击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鱼身拍打着船板，浪花四溅，水珠打湿了江海涛半张脸，他根本顾不上擦，死死抓住船舷稳住身形，粗喘着气，眼睛直直盯着眼前这一网鱼。那是黄鳍鲷，通体金黄，背鳍呈鲜亮的柠檬色，每一条足有成年人的手掌那么宽，体型均匀饱满，是货真价实的深海野生货。这种鱼极难捕捞，喜欢藏在暗礁深处，寻常渔船根本找不着它们的踪迹，偶尔有人捞到几条，拿到县城的国营饭店能卖出天价。而眼前这一网，少说有50斤，远处那几艘渔船全傻了。刘烂皮的嘲笑声戛然而止，嘴巴张着，像条搁浅的鱼，半天合不拢。船上另外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说不清是震惊还是不服气，又或者是眼红。有人开口说那是黄鳍鲷，野生的，龙王礁里出来的，这东西值大钱。又有人说江海涛这个烂赌鬼哪来的这种本事，难不成开了天眼？刘烂皮回过神，抓起竹篙就要往龙王礁方向撑船，嚷嚷着他们也去试试。旁边有人立刻拦住他，说龙王礁进不得，他们的船比山板大，触礁了谁来救？几艘船上的人争论起来，谁也没有定论，却全都没有在嘲笑江海涛。江海涛没有理会岸边的目光，他重新坐稳，把满满一网鱼小心翼翼地转移进船舱，随手拾起那根磨损的船桨，开始原路返回，动作沉稳，像个出海几10年的老渔民。晨光越来越亮，海面上金光粼粼，礁头村码头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江海涛望着那个方向，眼神沉静，嘴角缓缓扬起一个弧度。这只是开始，龙王礁里的鱼，他今天只取了一网，那片海域里还有多少宝贝，只有他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攒钱买船，买真正的渔网，找懂行的人合作，把这片被所有人遗忘的深海宝地，一点一点的变成他们一家翻身的本钱。沈秀云还在家里等着，江小苗还需要读书，还需要吃饱饭，还需要长高，还需要过上那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好日子。桨起桨落，船破浪行。1991年的清晨，礁头村的海面上，江海涛死盯着脑海中的雷达，那团金色光芒密度极高，正静静的聚集在龙王礁一处巨大暗礁的背风面，像一颗燃烧的金色火球，密密麻麻，绝对是整群鱼聚集在一处。水深7、8米，手抛网勉强够得着，但必须快，一旦惊了鱼群，他们钻进深海就再也没影了。江海涛深吸一口气，轻轻放下船桨，像根桩子一样定在船板上，手里抓起雅舒那张旧网，虽然破旧，但坠子沉，入水快。他屏息凝神，等待时机，腰马合一，手臂抡圆，渔网像朵乌云，带着呼啸声飞出，哗啦一声拍在海面，炸出一圈白浪，铅坠带着网衣，风了一样往那团金色光芒的核心照去。雷达上金光想要逃窜，但这网好像长了眼睛，正好照住了中心。钢绳猛地一颤，巨大的拉力传来，像网住了一头蛮牛。江海涛大吼一声，双手死拽钢绳，整个身子后仰，用尽全力往上拔。死沉，绝对不止几条鱼，起码50、60斤。钢绳勒进肉里，火辣辣的疼，但他兴奋的浑身发抖。这种手感，打鱼的一辈子忘不了。这是爆网，哗啦哗啦，渔网拉出水面，深蓝的海水瞬间被染色，金黄，一片耀眼的金黄。网兜里挤满了金灿灿的大鱼，疯狂挣扎，尾巴拍出的水花都带着金光，咕咕咕咕，一阵奇怪的叫声，像蛤蟆鸣叫，又像闷雷滚动。江海涛头皮炸了，这是大黄鱼的叫声。渔民中流传着一句话：千金难买黄鱼叫，这就是金元宝落地的声音。他把网拖上船，瘫坐在甲板上大口喘气，眼睛死盯着网兜里那片翻腾的金黄。几十条大黄鱼活蹦乱跳，每条都有巴掌宽，通体金黄，背脊像琥珀一样透亮，阳光一照，分明是一堆会动的金条。最大的那条起码2斤，最小的也有半斤往上。江海涛颤抖着手抓起一条，鱼鳞紧致，鲜活的劲儿直透掌心，久久说不出话来。发了，真发了！这年头野生大黄鱼是稀罕货，这一网足足20多条，40、50斤，按行情收购价至少15块1斤。那条2斤的鱼王更是天价，这一网比那些烧柴油空跑的拖网船赚的都多。但江海涛没敢多看，财不露白，让刘烂皮那帮红眼病看见，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他手忙脚乱把鱼摘下来，一条条扔进活水舱，装不下的就脱下破雨衣盖住，又压了捆烂渔网和几块石头伪装成空船。做完这一切，他坐到船头点了根烟，手还在抖，回头看远处，刘烂皮的船还在那片近海转悠骂娘，冷笑一声，操起船桨往回划。这哪是划船，分明是划着金山往家跑。日头高照，码头上一片哀嚎，跑了20海里，油钱都亏进去了。几个船老大蹲着抽闷烟，刘烂皮把缆绳系好，气得踢翻了空桶。就在这时，江海涛的破舢板晃悠悠靠了岸，他一身湿透，脸色疲惫。刘烂皮立马来了精神，指着那艘看起来空荡荡的小船阴阳怪气，嘲笑他去龙王礁这种鬼地方能捞着什么，估计网挂破了吧。众人跟着起哄，江海涛把船停稳，连眼皮都懒得抬，说托付梅空军捞了几只虾米够煮面。说完直接背起那个沉甸甸裹得严严实实的背篓往岸上走，背篓底下往外滴着水，压的肩膀都在往下沉。刘烂皮眼尖，心里咯噔一下，要是空的怎么会这么重？他伸手就要去扒拉背篓，江海涛身子一侧灵活躲开，眼神瞬间冷得像刀，警告他手别欠，自己的东西不是谁都配看的。刘烂皮被对的脸涨红，骂了一句肯定是一堆烂海带。江海涛冷笑一声，骑上破自行车用力一蹬，只给刘烂皮留下一嘴尾气。刘烂皮盯着那个背影，心里发慌，那背篓里到底是什么？江海涛一路没停，绕开村子直奔县城海丰国营饭店后门。采购员小吴看见来人，脸色变了变，没敢拦。江海涛直接说有大货，比上次还硬，叫他去喊陈经理。陈经理听到动静跑出来，江海涛二话不说把背篓搬进储藏间，关上门，掀开雨衣，哗啦，金光乍现，几十条大黄鱼整齐码放着，像一堆排列整齐的金条。陈经理倒吸一口凉气，手里的烟头烫了手都没反应。野生大黄鱼这么多，这简直是神迹。江海涛指着最大的那条报了数，2斤2，其余的都在半斤以上，一共52斤。陈经理咽了口唾沫，看他的眼神像看财神爷，当场拍板，通货按16块1斤，鱼王单算50块，合计862块，全要862块。江海涛心脏狂跳。1991年
前，普通工人月工资才40-50块，这一网抵别人干1年半。陈经理打开保险柜，数出厚厚一沓钞票递过来，江海涛把钱攥在手里，那粗糙纸币摩擦掌心的触感让他手指微微发颤。这是他在交头村重新挺直腰杆的脊梁骨。出了饭店，江海涛骑车脚下生风，路过供销社，他买了一大袋大白兔奶糖，1斤巧克力给女儿，2斤猪头肉和好酒给雅叔，剩下的零钱攥在手里，嘴角一直没落下来。回到村口，天快黑了，自家破屋顶升起了炊烟，他冲着家的方向扯开嗓子大喊，叫沈秀云开门，看他带什么回来了。秀云，出来接东西。江海涛推着破自行车进了院子，这一嗓子中气十足，把屋里那鞋底的沈秀云吓了一跳。他跑出来一看，眼珠子当场就直了。车把上挂着5花3层的猪肉，还有一网兜大白兔奶糖，这年头那是金贵玩意儿，平时过年才舍得买2块。沈秀云声音发抖，问他是不是不打算过日子了。江海涛嘿嘿一笑，神神秘秘地拉着他进了里屋，关门关窗，拉上窗帘，搞得跟特务接头似的。随即从贴身口袋掏出那卷还带着体温的钱，往破木桌上狠狠一拍，啪一声脆响，厚厚一沓大团结在灯泡下散发着迷人的油墨香。沈秀云傻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堆在一块，她吓得以为丈夫去抢供销社了，颤抖着伸手去捂她的嘴，催她赶紧自首。江海涛哭笑不得，把那沓钱塞进她手里，告诉她这是卖鱼赚的，就一网大黄鱼，陈经理给了860。沈秀云颤抖着手指头一张张数，数着数着眼泪吧嗒掉在钱上，哽咽着说终于有钱了，还了债还有剩。江海涛替她擦泪，叫她留500当家底，剩下的360她明天有大用。沈秀云心疼的不行，问还要花什么？江海涛只说明天带她进城干件大事。第二天一早，江海涛花2块钱雇了隔壁二大爷的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冒着黑烟，载着一家3口杀向县城。要制霸渔场，手摇舢板是原始社会，要想发财的机械化。到了农机站，江海涛直奔船用挂机柜台，不看国产货，径直走到那台二手的日本雅马哈面前。老板开口一口价300，说是原装进口拆机件。江海涛上去摸了摸螺旋桨，拉了下启动绳，指出钢筒已经磨损，还价220。一番唇枪舌剑，最终250成交。江海涛掏钱掏得干脆，有了这机器，破舢板就能变战舰。接着一家3口直奔百货大楼，江海涛指着模特身上最时髦的红色布拉吉让售货员取下来。沈秀云急得脸红，说20多块太贵了。江海涛不由分说直接开票，说他老婆就得穿得像城里人，又买了铁盒雪花膏，给女儿买了花边凉鞋，给自己买了2条红塔山。最后他大手一挥，直接搬了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这年头谁家有电视，那就是全村的电影院，地位杠杠的。下午3点，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开进交头村，整个村子炸了锅。大树下奈良的村民全站了起来，伸长脖子往车斗里瞅，电视机雅马哈马达一样一样看清楚了，议论声顿时沸翻了天。江海涛坐在副驾驶，怀里抱着女儿，一脸淡定。沈秀云穿着那件新买的红裙子，腰杆挺得笔直，有人羡慕的喊问她发财了。江海涛随口一句说没多少，就是几天的余钱，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让全场所有人听见。几天的余钱就买了电视机和马达。二婶王贵芬正嗑瓜子，听到这话，瓜子皮直接卡进嗓子眼，咳得脸红脖子粗。她死盯着那台崭新的电视机，眼睛红得像兔子，骂江海涛不知从哪搞来的横财，风大别闪了舌头。不远处的刘烂皮也在，眼睛死盯着那台雅马哈，眼里的贪婪藏都藏不住，压低声音嘀咕着这小子肯定在龙王礁捞着大货。拖拉机停在门口，卸货时半个村子都围了过来看热闹。江海涛拿出2袋大白兔，见了小孩就发，说沾沾喜气。平时躲着走的孩子们现在全围着江小苗转，一口一个苗苗姐喊得亲热。江海涛站在院子里，看着老婆孩子的笑脸，听着周围村民的恭维，心里舒坦，这就是重生的意义。但他敏锐地感觉到人群里有几道目光不对劲，那是嫉妒，是恨不得扑上来咬一口的恶意。他借着给孩子发糖的功夫扫了一眼，果然刘烂皮正蹲在墙角，和满脸阴沉的铁头豹凑在一起，眼神死死盯着那台雅马哈马达，嘴里嘀嘀咕咕。江海涛心里冷笑，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看来今晚有人要睡不着了。夜深了，交头村安静下来。沈秀云把那台电视机擦了又擦，最后找了块新布盖上，生怕落了灰。临睡前，他看着院子里那个用油布盖着的雅马哈马达，担心地问放在院子里是否安全。江海涛嘴上说院墙高大门锁死了没事，眼神却深邃得很。他让沈秀云和江小苗先睡，说自己抽根烟想想明天出海的事。等母女俩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江海涛悄悄下了炕，轻手轻脚走到门后，抄起一根早就准备好的枣木擀面杖，这玩意儿结实趁手，用来防身正合适。他搬了个小马扎，就坐在堂屋门后的阴影里，透过门缝死死盯着院子里那堵矮墙。他太了解铁头豹和刘烂皮这种人，看见别人过得好，比什么都让他们难受，何况是被他们踩在脚底下的人突然翻了身。报复是肯定的，而且绝不会隔夜。这台新马达就是最好的诱饵。此时村口的破庙里，铁头豹和刘烂皮正就着花生米喝闷酒。铁头豹摸了摸脑门上还没消肿的大包，阴沉着脸分析江海涛最近的异常，断定他在龙王礁发了横财。刘烂皮眼里冒着绿光，撺掇说那台雅马哈二手转手也能卖200-300。他们家院墙不高，2个人一翻就进去了，把马达偷了再把船凿个窟窿，看他还怎么嘚瑟。铁头豹心动了，不仅为了钱，更为了那口恶气，只要毁了江海涛的船和马达，他就又变回穷光蛋，到时候还不是任由自己拿捏。铁头豹把烟头狠狠掐灭，一拍大腿，今晚就动手，让江海涛知道交头村到底谁说了算。砰！一声沉闷的巨响打破了交头村深夜的死寂，那是枣木擀面杖狠狠砸在人肉上的声音。铁头豹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他原本弯腰去搬那台雅马哈马达，手刚搭在油布上，就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棍子精准的抽在了小臂上。枣木擀面杖硬得跟铁棍似的，这一下下去，就算骨头没断，皮肉也烂成了泥。铁头豹疼得整个人蹦起来，捂着胳膊在院子里乱跳。平时那张横肉乱颤的脸，此刻扭曲成了一团，冷汗唰的冒了出来。旁边的刘烂皮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往后缩，却忘了四周都是1.5米高的土墙，进来容易，慌乱中想翻出去是做梦。江海涛一手举着强光手电筒，一手提着擀面杖，一步步逼近，那刺眼的光柱死死定在刘烂皮脸上，晃得他根本睁不开眼，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往墙根撞。刘烂皮腿肚子一软，差点跪下，结结巴巴说是误会，说自己是路过走错门了。江海涛冷笑一声，问他走错门走到院子里来了，还掀了马达的油布，是当他3岁小孩，还是当自己在梦游？话音未落，擀面杖带着风声横扫过去，目标不是头，而是刘烂皮的小腿迎面骨。
这地方肉少骨头脆，痛神经最丰富，挨上一下神仙也得跪。咔嚓一声，刘烂皮一声惨叫，直挺挺跪倒在泥地上，抱着小腿打滚，疼的话都说不出来。铁头豹缓过一口气来，他毕竟是混社会的，手里还有把窍门用的螺丝刀，恶向胆边生，左手捂着伤臂，右手紧握螺丝刀，借着月光疯了一样朝江海涛扑过去。既然被发现了，就是你死我活。江海涛不退反进，他侧身一闪，那把螺丝刀贴着衣服划了过去，紧接着猛地抬起脚，一记势大力沉的窝心脚正好好踹在铁头豹小肚子上。砰！铁头豹像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2米远，重重撞在土墙上，又吧唧一声摔进烂泥里，攻成了大虾米，脸涨成猪肝色，张大嘴巴拼命吸气，却怎么也吸不进去。江海涛一脚踩住铁头豹拿着螺丝刀的手腕，用力一捻，随即扯开嗓子冲着寂静的村子大吼：抓贼啊！有人偷东西！铁头豹和刘烂皮偷他家马达来了。这一嗓子中气十足，穿透力极强。这个没有多少娱乐活动的年代，村里人睡觉都轻，再加上刚才那几声惨叫，瞬间就像在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炸了。没过2分钟，周围邻居家接连亮起灯，急促的脚步声、狗叫声、开门声此起彼伏。隔壁二大爷披着破棉袄，手里提着粪叉子，第一个冲了过来。紧接着，越来越多的村民举着手电筒和煤油灯，有的只穿了个大裤衩，提着扁担锄头，呼啦啦围在了院门口。江海涛一脚踢开虚掩的大门，手电光束乱晃，瞬间把小院照得如同白昼。所有人都看清了院子里的景象，下巴集体掉地上。平时在村里横行霸道的铁头豹，此刻像条死狗一样趴在烂泥里，脸上全是泥水。最爱嚼舌根偷鸡摸狗的刘烂皮正跪在地上抱着腿嚎丧，鼻涕眼泪呼了一脸。江海涛呢，手里提着擀面杖，一只脚踩在铁头豹背上，像个战神一样站在院子中间。一看人多了，江海涛立刻把那股狠劲收了收，换上一副受害者的表情，指着地上2人当众控诉：2个王八蛋大半夜翻墙进他家，要偷他刚买的雅马哈马达，还要凿他的船，要不是发现的早，今晚就得家破人亡。人群瞬间炸开，议论纷纷，村民们指指点点，看见刘烂皮手边还留着撬棍和麻袋，舆论立刻一边倒。大家虽然平时怕铁头豹，但现在2人被打成这样，那股恐惧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看热闹的兴奋和对小偷的鄙视。铁头豹缓过气来，挣扎着想要爬起来，被江海涛一脚踩回泥里。他脑子转得快，企图把事情往债务纠纷上扯，声称自己是来要债的。江海涛冷笑一声，弯腰捡起那把螺丝刀，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逻辑说清楚。前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连本带利把钱还清了，大家都看见了，哪有大半夜2点钟翻墙进来要债，还带着螺丝刀和麻袋的道理？这分明就是入室盗窃，而且是持械行凶。他把那个还没来得及套上的麻袋往地上一扔，铁证如山。这几句话逻辑严密，掷地有声。周围村民纷纷点头，有人说前天还钱的时候自己也在场，有人说铁头豹就是眼红江海涛发财了，有人直接喊打得好，这种贼就该好好教训。舆论彻底倒向了江海涛这一边，舆论彻底倒向了江海涛这一边，舆论彻底倒向了江海涛这一边。刘烂皮疼得受不了，哭着求饶，说愿意赔钱赔医药费，千万别报警。江海涛看着刘烂皮那副怂样，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江海涛看着刘烂皮那副怂样，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私了，想得美！上辈子害得他妻离子散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私了？他冲着人群里喊了一声二大爷，拜托他去大队部给镇上派出所挂电话。他冲着人群里喊了一声二大爷，拜托他去大队部给镇上派出所挂电话。二大爷顿时来了精神，扛着粪叉子健步如飞的跑了。铁头豹和刘烂皮听说真的报警，彻底绝望。铁头豹和刘烂皮听说真的报警，彻底绝望。江海涛蹲下身子，用擀面杖轻轻拍了拍那颗光溜溜的脑袋。江海涛蹲下身子，用擀面杖轻轻拍了拍那颗光溜溜的脑袋。铁头豹怨毒的盯着江海涛，咬牙切齿的威胁说出来以后要收拾他。江海涛蹲下身子，用擀面杖轻轻拍了拍那颗光溜溜的脑袋。天亮了，交头村大队部院子里围满了人，里3层外3层。天亮了，交头村大队部院子里围满了人，里3层外3层，比过年唱大戏还热闹。2辆带警灯的3轮摩托车停在门口，几个穿绿色制服的民警正一脸严肃的做着笔录。铁头豹和刘烂皮被五花大绑蹲在墙根底下，一个胳膊吊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另一个腿肿得像馒头，根本不敢沾地，在那嗯唧唧。江海涛坐在小马扎上，手里端着二大爷倒的热茶，神情淡定的向民警陈述经过，把那把螺丝刀、那个麻袋，还有那台崭新的雅马哈马达连同购买发票一一摆在证物桌上，说明自己是正当防卫。负责记录的老民警点了点头，心里基本有了数。在铁证和全村人的指证面前，铁头豹的狡辩彻底没了用武之地。平时大家怕他，现在看他被警察考上了，被江海涛收拾得服服帖帖，心里的恐惧一旦消失，剩下的就是痛打落水狗的快感。就连二婶王桂芬，为了撇清自己和刘烂皮的远房亲戚关系，这时候跳出来骂得最欢，说这种败类丢尽了脸，赶紧抓走。老民警大手一挥，2个年轻警察上前，像拎小鸡一样把铁头豹和刘烂皮拎上了摩托车斗。铁头豹被按进车斗的时候，还不甘心的回头怒吼，扬言要赵大海等着。江海涛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冷冷的回了一句，让他出来以后记得多带点人，别像这次一样不经打。这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警车呼啸而去，卷起一地尘土。周围村民看着江海涛的眼神彻底变了，以前那个唯唯诺诺只会窝里横的赌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本事、有手段，还得理不饶人的狠角色。人群散去之后，江海涛回到家，看见沈秀云抱着江小苗坐在院子里，眼圈红红的，显然是刚才吓坏了。他笑着安慰母女俩，说自己是受害者，还是见义勇为，警察哪会难为他。江小苗挥舞着小拳头，满脸崇拜地说：“爸爸把坏人都打跑了。”江海涛蹲下身子，认真的看着妻女，告诉他们从今天起，这个家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他指了指院子里那台重新盖好油布的雅马哈马达，眼中闪烁着野心的光芒。内鬼抓了，家也安了，接下来该去干大事。沈秀云看着丈夫那坚定的眼神，心里最后一丝不安彻底消散，用力点了点头，说：“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给他打下手。江海涛站起身，望向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太阳刚刚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就像铺满了黄金。他叫沈秀云给他准备干粮和水，越多越好。明天一早他要去阎王郊更远的地方。他告诉他，听说那里有一种大龙虾，一只就能顶这台马达的钱。说完舔了舔嘴唇，眼睛亮得像2盏灯。这回要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交头村有个江海涛是真正的龙王爷跟前第一人。清晨5点，交头村还笼罩在灰蒙蒙的
晨雾里，大部分村民还在被窝里做梦。一阵清脆有力、节奏感极强的马达声，像一通密集的战鼓，瞬间撕裂了村子的宁静。那声音跟村里那些老旧柴油机完全不同，不冒黑烟不发喘，带着一股哨音，透着高级和狂野的劲儿。江海涛站在破山板的船尾，一只手稳稳握着雅马哈挂机的操纵杆，另一只手夹着根烟，眯着眼睛看向前方。船尾后面，白色浪花被螺旋桨搅得翻江倒海，拨出一条长长的尾迹。昨天还靠2只胳膊划断手，今天就风驰电掣，这250花的太值了。码头上几个早起准备出海的渔民全停下了手里的活，伸长脖子行注目礼，目送着江海涛那艘船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码头，把旁边还在嗨嗨咳冒黑烟的破船甩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二婶王桂芬提着尿桶路过，手一抖，差点把尿洒在鞋面上，骂了一句稍包显摆，但那话说得越来越小声，连他自己都不信。半小时后，周围海水颜色变了，从浑浊发黄变成了深邃的墨蓝，海浪明显大了起来，四周看不见一艘渔船，只有几只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这里就是阎王礁，礁头村以东最凶险的一片海域，水深流急，暗礁犬牙交错，底下有海沟深不见底。老渔民说那是龙王爷的后花园，凡人进去得脱层皮。江海涛把马达熄了火，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海浪涌动的声音。小舢板在波峰浪谷间起伏，像随时会被吞没的一片树叶。他稳如泰山，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全功率，开启雷达。嗡，脑海中的画面瞬间展开，白色光点遍地是垃圾，绿色光点不少，还有几个蓝色光点代表野生石斑鱼，成群结队的游过。江海涛没有动，他的目标不是这些，他要找的是那个传说。他耐心地屏蔽掉低级别的信号，只搜索更高等级的存在。突然，就在他正下方大约15米深的断崖式海沟边缘，一个从未见过的颜色跳了出来，紫色。那是一个紫的发黑、紫的妖艳的光点，静静地蛰伏在一个巨大的岩洞里，光芒一闪一闪，像一颗深海里的紫宝石，透着王者的气息。这是比金色大黄鱼还要高一个等级的传说级信号。江海涛的手微微发抖，就算是上辈子见惯了大场面，此刻依然控制不住。15米深，对带氧气瓶的专业潜水员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徒手自由潜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何况这里水流湍急，稍有不慎就是性命不保。江海涛问了自己一句：干不干？下一秒，他给出了答案：都重生了，要是连这点险都不敢冒，不如回去种地。他麻利的脱掉上衣，拿出一根长尼龙绳，一头系在船头铁环上，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把那把鲨鱼刀插在腰间皮带上，抓起一个网兜，最后做了一次深呼吸，把肺里废气排空，猛地吸入一大口新鲜空气，把肺叶撑得满满的。扑通，他像条件鱼一样姿态优美地扎进了冰冷刺骨的海水里。入水瞬间，冰冷海水像针扎遍全身。江海涛没有犹豫，借着腰腹力量笔直下潜，5米、10米，光线变暗，水温骤降，耳膜刺痛。他熟练的平衡耳压，继续往下。15米到了，肺部火辣辣的疼，那是缺氧的信号，但他顾不上，目光死死锁定前方雷达指示的断崖岩洞，洞口探出2根半米长、色彩斑斓的触须，粗得像筷子，长满倒刺。借着微光，他看清了那个大家伙，通体披挂五彩斑斓铠甲，像穿着靠旗的大将军。锦绣龙虾，渔民口中的神虾，不算触须，身长50-60公分，起码5斤往上。这哪是虾，分明是行走的钞票。在90年代初，这一只能卖几千块，遇上迷信风水的港商，上万都有可能。龙虾发现了他，举起大钳子，触须疯狂摆动，发出咯吱咯吱的警告声。江海涛冷笑，戴着后帆布手套的左手悄悄蓄力，他在等一股海流涌来的刹那。龙虾身体歪了一下，就是现在，他猛蹬水，像炮弹一样射过去，左手闪电般探出，直奔唯一的安全抓点，触须根部。龙虾想缩，江海涛更快，咔嚓一声，死死掐住头胸甲连接处。龙虾疯狂挣扎，长满倒刺的部足在他手臂上划出道道伤痕，一缕暗色液体飘散在海水里，刺痛钻心。但江海涛死也没松手，肺快炸了，眼前出现缺氧的黑斑，必须上浮，否则人得死在这。这是一场力量的生死拔河。江海涛心一横，双脚猛蹬岩壁，借力一拔，咔咔的岩石碎裂声中，那只锦绣龙虾被硬生生的拖了出来。他顾不上网兜，直接双手掐住他，死抱在怀里，双腿拼命打水往上冲。15米、10米、5米，肺里空气耗尽，胸腔像火烧。那神虾还在疯狂挣扎，在他胸口划出道道伤痕，但他感觉不到疼。这就是钱，这就是女儿的学费，这就是全家的未来。哗啦，脑袋破水而出，空气比黄金还甜美。江海涛大口喘息，低头看怀里，阳光正好穿云而出，洒在那只龙虾身上，蓝的深邃，紫的高贵，五彩斑斓的甲壳闪烁着梦幻光泽，太美了，也太大了。他放声大笑，声音在辽阔的深海上回荡的老远。狂风大作，黑云压城，江海涛把油门拧到底，破山板劈波斩浪冲进县城避风港。他没敢回村，直奔电话亭打给陈经理，叫他带大桶和增氧泵来码头，盖够钱，不够就把饭店抵了。半小时后，陈经理带着伙计和增氧泵赶到。江海涛掀开油布，一道阳光正好打在活水舱里，那只张牙舞爪、浑身蓝紫光芒的巨型龙虾瞬间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陈经理脚软差点跪下，干了20年这行，这种品相完美的中华锦绣龙虾只在画报上见过。陈经理告诉他，前2天刚好有个香港刘老板正满世界找这种神虾给新厂奠基，美金都肯掏。江海涛当即让他去联系，说半小时不到就煮了喂狗。40分钟后，饭店包厢里，香港刘老板围着水箱转了3圈，眼睛比金劳力士还亮，开口出价3000。江海涛连眼皮都没抬，吐了个烟圈，说拿哄小孩的价格忽悠他，这品相拿到香港起码1万港币，他的价是5000，少1分免谈。刘老板脸色僵了一下，还到4000说是底线。江海涛二话不说按灭烟头，站起来说去市里找台湾老板问问。这招以退为进，直接让刘老板急了，一把拉住，5000就5000，成交。刘老板打开皮箱，里面是一叠叠崭新的大团结和100元大钞，3个人数了10分钟，正好5000块，加上之前卖大黄鱼的860。江海涛手里现金接近6000，在万元户凤毛麟角的1991年，在穷得叮当响的交头村，他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傍晚，江海涛骑着破自行车回到村口，车后座绑着2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流浪皮拄着拐幸灾乐祸的等着看热闹。20
婶王贵芬撇嘴说他死了干净，结果等看见江海涛浑身是泥却红光满面的出现，两人顿时没了声音。江海涛停下车，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只说托付没死成，还发了点小财。王贵芬嗤笑说捡2只死螃蟹也叫财。江海涛没理他，转身冲着村长大声说要把村东头老戏台那块空地批给他盖房子。全场安静了3秒，随即爆出一片哄笑，说那块地基加盖房没2、3千下不来，把它卖了都不够。江海涛也笑了，慢条斯理从车后解下编织袋，说本来想低调，有些人非要把脸凑上来。哗啦，编织袋往大石碾上一道，一捆捆大团结像瀑布一样流出来，堆成小山。崭新的钞票在夕阳下红得刺眼，笑声戛然而止。王贵芬嘴张得能塞灯泡，刘烂皮拐杖掉了，老村长烟袋锅烫着脚都没反应。死一般的寂静。江海涛拿起一捆拍了拍，清脆响亮，告诉众人这是5000块，不够再去取。他要盖3间大瓦房带院子，明天就动工。问这地能不能批？老村长哆哆嗦嗦站起来说批，必须批。江海涛把钱装回袋子，看都没看王贵芬和刘烂皮一眼，转身冲着二大爷喊，让他明天去喊泥瓦匠，工钱双倍，顿顿有肉，全村沸腾。当晚，沈秀云抱着那个钱袋子哭睡着了。江海涛坐在门槛上抽烟，看着漆黑的大海，心里清楚盖房子只是第一步，那台雅马哈只能在近海转悠。他的目标是几十米长的钢铁巨兽拖网船，是公海，是一网几吨的大货。5000块只够买个船铆钉，还得搞钱。他眯起眼睛，听说下个月南边海域有一群洄游的蓝鳍金枪鱼，那才是真正的海中黄金。10年后的太平洋上，海风呼啸，一艘长达100米的万吨级远洋加工母船稳如泰山。巨大的甲板上，直升机正在缓缓降落。江海涛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风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夹着一根古巴雪茄，站在船头俯瞰脚下这片浩瀚的深蓝。在他身后是一支庞大的舰队，12艘1000吨级的远洋围网船像忠诚的卫士拱卫着这艘母船，每艘船的桅杆上都飘扬着江氏渔业的旗帜。从当年那艘漏雨的破舢板，到如今制霸全球渔场的远洋舰队；从当年被人逼债差点家破人亡，到如今身家几十亿的亚洲渔王。这10年像是一场梦，但这梦是他用命拼来的。秘书走过来汇报，日本30集团发来贺电，想谈下一季度蓝鳍金枪鱼的独家供货权，价格随他们开。江海涛吐出一口烟圈，让他告诉对方先紧着国内市场，剩下的边角料再考虑给他们，爱要不要。甲板另一头，沈秀云穿着雍容华贵的风衣款款走来，身边挽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14岁的江小苗，穿着漂亮的公主裙，笑得像朵花一样。江小苗兴奋地指着远处海面上喷出的水柱，问那是不是金鱼。江海涛掐灭雪茄，快步走过去，一手揽住老婆，一手摸了摸女儿的头，说是做头巾。苗苗要是喜欢，爸让人给她买个海洋馆，把金鱼养在家里看。江小苗咯咯笑着说他吹牛，金鱼那么大怎么养得了。沈秀云说交头村老村长打来了电话，村里的老人们想他了，问他过年回不回去祭祖。提到交头村，江海涛的眼神柔和了下来，说当然回去，不管是开舢板还是开航母，那也是他们的根。他转过脸看向辽阔的海天一线，脑海中那个陪伴了他10年的深海感知雷达，此刻依然在静静的运转。地图上不仅显示着鱼群，更显示着全球的洋流、气象，甚至是海底的矿产资源。哪怕到了今天，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依然充满了未知的宝藏。他突然问了沈秀云一句，这辈子过得值不值？沈秀云愣了一下，想起了那个台风夜，想起了那碗热腾腾的鱼汤，想起了第一次数钱时的颤抖，想起了第一栋砖瓦房落成时的鞭炮声。她把头靠在丈夫宽厚的肩膀上，轻轻说了一句值，下辈子还嫁给他。江海涛仰头大笑，笑声穿透海风，回荡在天地之间。他转过身，面向大海，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10年前，他是个被命运踩在泥里的烂赌鬼；10年后，他是这片汪洋的主宰。人生重来一次，他不信命，只信自己手里的网和心中的火。汽笛长鸣，庞大的舰队劈波斩浪，迎着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向着更深更远的深蓝驶去。那里还有无尽的宝藏等着他去征服。